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听保卫战》。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爱听保卫战的官微，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参与我们的情感在线互动。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情感作家辛汤米娜老师，欢迎。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伟老师，欢迎。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你们的爱情导师涂磊老师，欢迎。来吧，看看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我们的主要矛盾就是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陈先生，41岁，来自常州，投资经理，有请陈先生，有请。女嘉宾张女士，36岁，来自常州，医务人员，来，有请张女士，有请。欢迎两位哈，幸福的小烦恼。是想要二胎，要还是不要？有争执是吧？是这样吧？是啊，是啊。结婚多少年了？结婚10年了。大宝多大了？10岁。现在谁想要二胎？你想？还是你们都不想？我想。啊，你想啊？怎么了？我不想。哦。对。因为这个呢，来这里是我提出来的，因为我个人呢不太想要二胎，因为我跟我先生平常工作都挺忙的，孩子呢一直以来双方父母年纪也大了，都是我们自己带，然后一直从小到大，现在上小学3年级，每天啊我上班下班，然后家务包括带孩子都是我一个人，我就觉得挺辛苦的啊，然后我就不想生二胎，再加上一个孩子嘛，好好培养，不是一样吗？妻子这个想法您知道吗？知道，因为当初嘛，也父母一个意愿，以前嘛可能就是独生子女，没有什么政策，提过呢，但是我们也自己没考虑。现在政策放开了嘛，可以二胎了，父母又再次提了一次啊，因为也是他们老年人的这个想法。所以我觉得也没错，对吧？小孩长大了以后嘛，一个人毕竟可能很孤单，长大了以后可能遇到什么急事啊，或者逢年过节大家可以串门什么的，还有人商量，我觉得这也是好事。我爱人呢，他那个性子也比较急，就是这样，我说可以商量，他呢就是马上就是我不生，我不想，就是立马就要跟父母去说就是有时候你说一边是疼我的父母，一边是爱我的妻子你说我在中间。我的意思就是干嘛要骗他们说，好，我们考虑，我们努力了回头又跟我说没事，我们不生然后就他现在两头虎是吧？对，我就不喜欢这种方式然后公公婆婆对我意见很大，我的意思就是我明确跟他们说我们不生但是他儿子又跟他们说在努力然后这老人就觉得怎么都努力这么多年了还没个动静弄得好像是我在当中挑唆他不生然后对我又有意见那我又觉得很冤枉他又不让我跟老人说破那我夹在中间我很难受明白了所以你今天给个真实的态度，你是想要还是不想要？以前嘛想法是很想要，真的很想要但是看看别人小孩成双成对，可能自己确实蛮想要的，但是后来想想嘛，还是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想要，还是这想法。对，所以妻子现在烦心烦在这儿，好人你都做了是吧？坏人我来担。
关键你还想要，对吧？是这意思吧？对。啊，这个为什么就不要呢？你刚才先生不也说心里话了吗？说我的想法就是他又不怎么干家务，然后家里家外都是我，小孩上个兴趣班啊，培养学习啊，什么都是我一个人，那我很累啊，我就觉得为什么要生2个呢？再加上年纪也大了，工作也那么忙。还生下来孩子不是说生下来就扔了，你得要培养他，要对他负责任。我觉得从负责任的角度，我们只要把一个孩子培养好，不是一样吗？对不对？那个意思就是过往的表现并不好，是吧？对他过往的表现并不是那么好，并不值得我信任。平常你说下了班周末，我说你把家务干干吧，地拖一下吧。我说那个咱们女儿上兴趣班，我去送，她都没送过。然后我送孩子去上钢琴课，我说你搁家把家务干干吧。然后他回一句，说咱们家不挺干净的吗？你看地也不脏，有啥要拖的啊？他觉得我没事找事儿然后我觉得没法沟通，而且女儿有鼻炎嘛，然后呢就是闻不得烟味。我说你戒烟吧，是吧？对着孩子，你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孩子考虑吧。他总觉得没事儿，我又不当他的面抽。你就这样的种种，我就觉得你又不戒烟，我再生个2胎，年纪也大了，特别不太好，是吧？所以我也就听明白了，因为在家里不干家务，对吧？对。这个你要2胎或者叫2宝，你也没个表现，对，哪怕你把烟戒了，表达你的决心，这个也没有，对。然后就一心想要，对，是这意思吧？对。那你现在这么坚定的要2宝的原因是看着别人要2宝好玩呢，还是说就想给女儿找个伴儿？其实真的，因为像我，包括我爱。和问卷。要怀孕的话，总是能找到方法的。我觉得可能2个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公婆和儿媳的关系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才是2胎的问题。因为2胎呢，其实在我看来哈，虽然公婆想让你们要，老公呢也想让你要，但是呢，其实你没有说要，其实现在不也没要呢？
但因这个还没有发生的事儿呢，引发了另外一个矛盾，就是和公婆之间的矛盾。那这一点呢，我觉得可能这男方做的是不够智慧，应该反过来，你要跟父母说，我们现在还不适合要，别说是媳妇儿的那个意见，而因为媳妇儿呢，一定要在父母面前表现出她很顺从，她很懂事儿，她现在很忙，我们现在可能没有这个精力，但是你一定是决导要与不要的这个关键因素。你在要二胎这件事儿上，你更多的看一个结果，而老婆呢，担心的是一个后果，因为你真是够懒的，你懒到啊，10岁的女儿都觉得妈妈自己一个人在忙，可见你懒到什么份儿上了，对不对？先把你做丈夫、做老爸的这个角色扮演得好吗？家务必须得分担，不能只看，不能只说。解决这2个问题，我觉得其他要不要二胎啊？可能你的老婆后来会追着你说啊，老公你这么好，替我着想，分担家务，咱们再要一个吧。你抱着这个想法去做，没有不可能吗？就这样。行，谢谢曲总。决定权在女方，所以你得先打动人家，是这个意思啊。尚娜老师，要二胎这件事呢，我也在考虑，我也一直在想，就是人家都说要二胎要趁早嘛。但是当我想到有一些过程的时候，我就犹豫了。哪些过程？我给您描述一下。她现在36岁，已经到达了高龄产妇的年纪。在怀孕之后，她要做一系列的检查，是高于所有其他正常产妇的孕妇的检查，比如说唐筛。我们正常抽血做唐筛就可以，但是她要做穿刺，这个时候会有危险的。危险系数有多少？你上网去查。包括高龄产妇，她在怀孕之后会有高龄产妇所有的症状，什么高血压呀、高血糖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症状都会出现，她承担的风险是要高于其他产妇的。所以在这个怀孕10个月的过程当中，就会非常的艰辛。包括你想过，她现在已经工作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节奏，要生完孩子之后就要与社会脱节一段时间，等到她照顾完老二再复工的时候，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她的身材能不能再很快的恢复到现在的状态？她整个的心理状况，这个产后抑郁症的怎么样的调节？你想过这一系列的复杂问题吗？你把这些问题从头到尾的好好仔细考虑一遍。如果真的想要二胎，就从自身现在起做好这一系列准备，起码让妻子看到你有行动付出，才能谈得上接下来的计划吧，对吧？然后跟父母也要沟通好，你告诉他们要不要二胎，这是我们2个人的事儿。你们抱孙子的愿望我们理解，但是也请你们理解我们现在生活和工作的压力，还有实际的情况，对吧？好，祝你们幸福。来，涂老师，为了生而生，或者是为了不生而不生，这都丧失了生命本身的意义。生孩子是个快乐的事情，要2个人都快乐，生出来的孩子才健康。2个人都愁眉苦脸，你觉得能生得出二胎吗？是不是？生命的意义本来是快乐的铸造，这个家庭才可能会因为二胎的到来，不仅仅是所谓的人口增多热闹，而是能够真正每个人都幸福。只要其中有一个内心是违背的，这个孩子生下来他都是不快乐的。如果将来这个孩子生下来了，因为种种的家务事情，或者因为孩子的健康的问题，那么其中肯定有一方会埋怨另外一方。我说不生吧，你非要生，你干。所以做任何事情，夫妻之间都应该是你情我愿，就像结婚是一样的。2个人都开心，2个人都有同时相同的希望，那才能生。只要有一个心里有疙瘩，他都不能生，要不然这个孩子就成为了债。所以这一定是双方心甘情愿才行。祝你们幸福。这是一件特别高兴的事儿，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高兴的事儿，就是说一个家庭里面的一对夫妻还能为这点事儿争执，而且这么长时间的争执，这说明这个家庭挺好的。你想有二胎给女儿一个陪伴也好，还是想家庭里面多点欢声笑语也好，
我觉得这都是幸福的烦恼。其实你们俩应该以一种轻松的心态来面对这件事情。我觉得叫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啊。如果想要，当然第一步是做检查。所谓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什么呢？特别简单，你得把你那个当爹的那部分给开发出来。你让你现在的妻子看出来，哎，说可以啊。其实我看他也不是那么决绝，有决绝的成分，但是不那么决绝，就还有争取的可能性。因为姑娘到了10岁，你一次都没陪人去上这个课外课，或者这个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了，你知道吧？就你把当爹那一部分趁着这个抓紧，不就这1、2年吗？戒烟这事儿你抓紧，你先做一个改变，也许他真的就愿意了。所以我觉得不是说的那么死的，而且你妻子不是那样的人，所以就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是什么？咱们通过生2胎这个事儿，把那个一个好爹给他开发出来。不是说现在这个爹不好，是说还不那么好啊，是吧？那要开发不出来，那就没有2胎嘛。跟爸妈说就是委婉一点，我觉得这事儿真的委婉一点。从儿子的角度说，我媳妇儿年龄大了，我有点担心她的那个，这个要跟爸妈说了。包括这个女儿10岁了，还是有想法的。你拿什么说都比那个说我们不要这件事儿好。你自己把自己放在火上烤，这很简单嘛。孙女儿也不想要嘛，大了嘛。我确实也担心老婆生2胎再生出点啥事儿来，把担心都说了。态度是我们想要，但是我们有担心。就像老师们说的这些，我觉得都是给你们的一个佐料，知道吧？我们其实都没有说要生还是不要生，条件合适当然好，条件不合适也无遗憾。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这件事情呢，也是怪我性格太直了，所以呢，我就跟他发火，发得挺凶的。然后就是觉得你在你爸妈面前一套，到我面前一套，让我夹在中间，里外不是人。然后婆婆对我意见很大，所以我非常的生气。但是呢，通过老师们讲的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我的态度也不是特别好。我也希望呢，他能够断了生的想法。其实女儿这么大都是你辛苦带大的，包括一些家务。反正我现在就是一句话吧，等你以后想生的时候我们再生。是。老婆结婚10年受了多少气？第一次说这话了，以后对她好点，你看委屈的。行，谢谢2位，请回吧。来，请关门。原本幸福的一对夫妻，因为要不要生2胎的事儿，实际是把10年的婚姻里的那些小事儿都倒腾出来了。这个倒腾的一个过程是什么呢？是妻子突然发现，我老公怎么这么懒呢？就我老公怎么这么懒呢？本来这件事儿都过去了，男生可能也没想到，因为一直觉得这个家庭是幸福的，哪想到说我要一个更幸福的一个2胎这么一个事儿，怎么就会带来了这么多的麻烦呢？实际就是因为要不要2胎的争执，其实勾起了家庭曾经的往事。希望他们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到底开发出的是什么，咱们也不知道。也许是一个好老公，也许是一个好老公，一个好爸爸加一个好2胎，那都不一定的嘛。来，请开门。来，生不生啊？不生啊，不生啊，男生。不生就不生呗。哎，这就对了，哎，态度是好的。来，我再问你妻子一句啊，要是你老公真的改好了，按你的想法变了，还得生不？如果他真的能改变一点，我会考虑。我也看见没有，说起来生不生是在女方，其实关键还是在男方。你今天不是还是在男，就是他变好了，人就愿意给他生啊，对吧？你得让一个女人心甘情愿的给你生，这就对了。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啊。
看着羡慕的吧？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就亮灯吧啊！这花瓣撒的特多啊！谢谢啊！谢谢老师们，谢谢各位，谢谢。未来变得那么清晰，在爱里全是你，思念让心跳无法呼吸，爱本来就没什么逻辑。希望你们一家人开心快乐。来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俩都是离异的，我们都有过相同的遭遇。从去年认识结婚不到1年，我和他在上一段婚姻中都遇到过对方的背叛，我们俩可以说是同命相连。可能是因为我们相处时间太短，我们在生活中还是出现了磕磕绊绊，这样或那样问题。其实我们在经历一些事情过后，我们都很珍惜彼此。我真的不想再吵吵闹闹，只想幸福度过余生，真的有这么难吗？如果我的第2段婚姻也以失败告终，我真的不知道今后的路该怎么走下去。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张先生，55岁，来自哈尔滨宝安，有请张先生，有请，有请。赵女士，52岁，来自哈尔滨退休，来，有请赵女士，有请。欢迎2位哈，都有个这个比较曲折的一段情感经历，是吧？您是爱人去世了，是吧？您是因为离异的，爱人在婚内有点问题，离异了，是这意思吧？对。然后后来2个人走在一起了，现在结婚有1年时间了。啊，那今天为什么来呢？是我要来的啊？为啥呢？呦，啊，说说，不哭啊。因为他身体不太好，我就管他，就说烟酒，大夫告诉不让抽烟，不让喝酒啊，他就不太高兴，总是用这个吵。你看我这一下记呢也是不可能的，记也得慢慢记。那你不是说慢慢记啊？你是越抽越多，以前还没这样事儿的，从大夫告完以后，就是抽的更甚了，而且有时候半夜起来上厕所，他都得抽烟。什么病啊？血糖高。抽烟容易引起下肢这血管堵塞。自己知道这个严重性吗？也知道吧？这怎么说呢？抽一杯烟了吧？就说想记呢也不可能，也是想慢慢记吧，不能一下就记。有时候就是来个电话，他就不跟我说，就是往外跑，出去跟人喝酒，喝多了回家就是耍。啊，朋友之间嘛，有的同事啥的，好同学啥的在一起，有时候我们也不总喝酒，哎。那出一次呢，他就有时候跟我总是急眼啥的，就这样。我不是说我跟你急眼，而是你做的过分了有点。啊，咋了？那你不管什么事儿，半夜3更打电话，你都能马上出去。你不管什么事儿都是这样。朋友吧，从机场回来，我开始我接他，他有点不乐意，这样。你半夜谁家半夜睡半夜去打电话，马上你就去接去。如果就是好朋友可以啊，我可以让你用车，可以去接他。但你这种关系，我不可能让你去啊！你们你什么关系？那你是不是你前女友啊？那你为啥半夜要去啊？那已经断了就断了吗？我去的时候，我是不是跟你说了？你说了，我也不可认可的。半夜3更的，你去接他去，你什么意思啊？去了吗？后来没去。啊，那就行，还是听话。那我看他看得紧呢，我要不看他不就去了吗？啊，那你们这个现在钱什么都在一起花？没有。他的钱我从来没提出过管他要钱，就是有时候看病，我领他去看病住院都是我拿钱，住院什么的。他的钱就是他那些朋友今天吃喝玩，完了工资花不到头，1个月花不到头，我还得给他花钱。
我往他要工资卡，他从来他不提说给我。就是你们俩现在这个钱也没有合流，住哪儿呢？住谁的房子呀？房子我也有，他有，就是两头住，想在哪面就在哪面。哦，家里孩子都多大了？我女儿都结婚了，孩子都挺大了。帮着带孩子吗？有时候偶尔的打电话需要我帮忙带一下，他就不愿意，他就跟我吵。我下班回来也挺晚的，完你呢也是总也不在家，就看孩子去。那当然我有想法。那他那边有急事，那我帮带几天不很正常吗？孩子小，刚几个月，那我不能帮带带吗？你们结婚，家里的孩子都同意吗？他家孩子一开始不认可。为啥呀？因为他就是离婚给孩子带来就是心理上有问题，就是不认可，说后妈怕后妈对他以后不好。儿子闺女孩子是？我一闺女儿子。一闺女一儿子哈。现在都多大了？大了，今年30多了。你们俩谈了多久结的婚啊？我俩谈了能有半年多。谈了半年多就结婚了？因为都互相挺了解的，都是同学认识。认识很多年了是吗？也不是很多年，就是我的闺蜜跟她的同学都是好朋友。结了婚发现很多问题是吧？这都是婚前没发现的吧？没有发现。今天您要来干嘛呢？我就希望他改正他的错误。改啥呀？我是为他好，但是他就是听我话，我要他做什么他做什么就可以。好嘛，希望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呀。我是为他身体着想。好。希望他身体好好的就可以。有时候吧，朋友来就找我呢，我还不好拒绝吧。就吃点饭啥的，我也不好拒绝，我就去了。去呢，媳妇呢就有点不乐意啥的。你看你总去啥的，说你身体不好，我也知道。其实你去可以去，我不是说不让你去。我还不好意思。你去可以吃饭呐，但你不能抽烟喝酒啊。那你板不住啊，回来你就喝多呀，你回来就作呀、闹啊，拍桌子啊，跟我喊呐。我出去吃饭，同学聚会有问题吗？我又没怎么的，那你喝多了回来你不闹吗？你要是说不喝酒回来可以啊。你不要敢，我能给你急眼呢。那你喝酒我肯定要跟你说呀。那你要不喝酒可以出去聚会可以啊。喝酒喝干啥点声大点吧，是吧？那是声大的问题吗？那桌子都拍得叭叭响。经常喝吗？只要是朋友找打电话，他不管什么事儿，不管什么时间，那就去。那就很频繁是吧？我理解。也不是太频繁吧，就是说。1个月几回？那有个10次8次的。那就谁叫都去啊？吃10次饭他有9次算账啊，所以工资他都不够花呀。看病问他拿钱，他都没有钱呢，还得我拿呢。我为什么在家里面就说干啥呢？生活不也是我拿钱？你要说给孩子花钱，孩子用钱上学可以，我不管。你就没钱的话，我也可以拿。你关键你喝酒，你出去花钱给人家花钱，人家让他去不是为了别的，就是算账去。也不是，咱是怎么说呢？这是朋友之间在一起挺好的。那你钱都花哪儿去了？那我问你，1个月工资你都花哪儿去了？那看病怎么还没钱呢？有时候孩子要生活费，那得追着你要啊。谁的孩子问他要？他的孩子。有时候我看不下去，我给孩子拿生活费啊。他孩子不都大了吗？还需要你们？孩子上学呢，姑娘上学呢，儿子结婚了。所以今天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他。我就希望他工资卡就是交出来，你花什么钱有节制，咱可以计划着花。你孩子毕竟还有一个是上学的，你这个钱必须得给孩子留出来。你看病钱你也得留出来呀。同学可以聚会啊，但是有时有色可以啊。你这个结婚之前都没讨论这些问题吗？从来没讨论过，因为啥呢？我不希望管他那么多，因为我觉得这个钱我也退休了有工资，他又开支也够花，我就没寻思他同学什么聚会总是去给人算账去。所以这个钱他就不够花。孩子呢，有时候上学，他就是这块就周转不开了。您在没娶这个妻子之前哈，您那钱谁管啊？自己管？我自己管。够用吗？有时候也不够用。那你不够用就对了，因为你透支卡，我跟你认识以前你没告诉我呀，我跟你以后我才知道啊。你欠钱呢，信用卡？我欠不欠？你给人花钱去，你领人出去旅游去，欠不欠？我让你还了吗？我没。你没让我还，一开始我问你多少钱，1万2万，后边3万4万，现在都是5万了都。你到底有多少钱呢？不管3万4万5万的，我让你还了吗？那你能不能说句实话呀？你欠钱我不怕你，就是说咱俩一起还，我帮你还。我这话我都跟你说多少次了，我说你把卡交出来，对不对？拿你工资去还去，生活费是我工资，那你都不同意啊？不好意思了。
你就觉得啊，我还我不用你还，那你不用我还，你到底什么时候能还完呢？您刚才说什么不好意思？对，我能让他还。那您可以给他交个底儿啊。我也说了，我也告诉他。所以你说了今天1万，明天2万，后天就3万4万，到底多少啊？你说多少？说个实数啊。行，其实我们就发现了，相处了半年，彼此了解不深。当结了婚之后，因为男生的生活习惯问题，发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对吧？抽烟喝酒，然后发现身体不好，身体不好那就别抽烟别喝酒了吧。继而发现，因为抽烟喝酒应酬多，其实男生手里的钱还是赚不过来的，是不是这意思啊？然后因为发现了男生这个手里钱还赚不过来，又发现了这个男生在跟他过日子上面他有点打鼓了，不信任了，是这样吧？一步一步来的。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来，李娜老师。说实话，我听您2位的故事，我听得很愁。刚刚大姐有讲到自己前一段婚姻是因为前夫去世了，所以您在对他的这一个紧张和付出里头，就出现了一个叫过度付出、过度紧张。可能您对他的身体的紧张指数比普通的太太要高得多。可能他的身体只是小毛病，他自己觉得我喝酒、抽烟无大碍。但是在您这儿，因为您之前那个伤痛，所以您就会特别的紧张他的健康，而您的这个过度紧张对他来讲又成了压力，所以也许是时候您也得收一收自己的这个过度紧张和来自上一桩情感带来的阴影。大哥有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您隐瞒了您的债务问题。2个人在一起重新组建一个家庭，他带着诚意和100%的对你的信任来到这个家里头，他却发现嫁的男人是个坑，而且这个坑今天告诉他2万就见底了，过几天是4万、3万才见底，说不定一会儿下了场了以后，这个数字更惊人。当您自己是一个坑，口口声声说我不需要你来填，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娶了她回来，你们2个人共同的一起生活的时候，你的坑不得不拉他一起跳下去。无论他在经济上、在精神上，都要陪你填这个坑。所以，从你对未来有没有一个向好的这个心吧：1交底，2真的听太太的话。如果她能够在健康问题上稍微松弛一点，不要那么紧绷，如果您能够在财务上知道把钱交给能理财的人，也许你们2个人问题都解决了。谢谢李娜老师。来，曲总。通常啊，再婚的双方呢都是蛮谨慎的，而你们呢好像认识半年，自以为对对方很了解，因为都是好像同学介绍。是吧？了解那个彼此背景的在一起，那势必意味着在婚内也要磨合，这段时间是跳不过去的。男方说我不好意思，其实还是说你们俩就没到那个份上，你没把他当成自己人，你有所隐瞒。在钱方面呢，你入不敷出，但是呢，这其实是你共同的家庭都要共同面对的，你遮遮掩掩是遮不住的，因为对方是会看到中间的有问题，所以在钱方面一定要坦坦荡荡的，感情方面要敢于去付出。所以说呢，2个人要一起面对。既然我们在经历这个痛苦的磨合期，过去了就是幸福，过不去你们还是要分开的，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莎娜老师。我发现你们2个人交流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会看到你们2个人交流感觉完全是不对等的，也不在一个频道上，这就是所谓夫妻之间的交流不平等。你看女士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那种架势，然后男士呢是那种的唯唯诺诺的，这说话我们都得费了劲儿去听您说什么，就是因为这样的交流无效沟通，所以造成您有什么话还没来得及说出来呢，女士这边那就已经逼过去了，然后你就想那我不说了，然后等下次又想说的时候，他这段话又成那样的连珠炮似的一下就甩过去了，您又说不出来了。所以跟女士说，就是要让对方改变，自己也要变。婚姻当中幸福的秘诀有一点是，
不变对方，变自己。您先把自己的这个就是咄咄相逼，我知道您肯定是非常着急急性子那种的，但是把跟丈夫说话的语气和速度放下来，试一试。你听到他发声的时候，你慢2秒再说话，你听听他要说什么。也许他想说这个欠债的这个问题是被你之后什么什么的一句话给打断就过去了，对吧？丈夫也是，有什么东西都需要急于表达，就说出来，沟通是最重要的。否则你什么话都掖在心里藏起来，对方看不到你的心的，人心隔肚皮，看不到的，也不会感受到你到底对这个家对我是要付出什么样的心，你到底有没有想要跟我好好过。半路夫妻不容易，能够再一次决定牵手走进婚姻，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我希望你们慎重对待这段婚姻。谢谢，祝你们幸福。谢谢盛大老师。来，涂磊老师。男方是因为遭遇到了背叛，受到伤害，所以离的婚是吗？是的。女方刚才说是丈夫去世是吧？但是台本上说，在丈夫去世之前，你也遭到了跟他一样的背叛。对。你们2人都是受伤害的人，但选择的方式不同。他选择了离婚，你选择了隐忍，直至最后他离开这个世界，你才独身一人。你们2人对于上一段所受到的伤害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由此，你们并没有经过上一次婚姻而反省到自己对于婚姻的态度。你之所以会遭遇到这样的背叛，可能就是因为自己太过于隐忍而坚守的态度，而他在我看来，之所以遭遇到伤害，自己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对家庭的责任感。不是每个人这一辈子都会有2次婚姻的。有过1次婚姻可以说是不幸，但也可以说是一种幸运。它可以让我们更多的看清和把握住当下的幸福。但是在我看来，你们2人好像都没怎么改变，依然我行我素。那么这段婚姻就会成为上一段婚姻悲剧的延续。我建议现在最需要做的一点是反省自己的上一段婚姻，好好的去复盘一下为什么会离婚，而在这段婚姻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改变的是什么？咱们好，谢谢涂老师。老师的话都听进去了啊，听进去，都明白了哈。明白了。一会儿的时间啊，你们就说点掏心窝子的话吧。真情60秒。我觉得咱俩就是厚到一起了吧，要互相珍惜。既然有这个缘分走到一起，我希望你就是以后把自己身体要搞好。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希望你好好的。是的，媳妇儿，媳妇儿你对我好，我知道。以后呢，我的工资卡也交给你。以后呢，我就是说你说什么吧，我都会听你的。但愿如此吧。以后我希望咱俩就是在一起生活，就是互相没有什么隐瞒的，有什么事要实话实说。可以，媳妇儿，你对我呢，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以后呢，你说啥我都听啥。嗯，亮灯吧。10万以内的债务打得住吗
10万以内打得住吗？打住了吗？所以要做好心理准备啊，这才是未来在这个家庭里面最大的一个雷。所以啊，不是不好意思，不是别的，最问题的关键是在这儿，等于在婚前有一个重大的事物没有向女方坦诚和坦白。我问您一句啊，就这么一个男人，不管他欠多少钱，您是不是都愿意跟他一起往前走？可以。谢谢两位，请回。啊，谢谢两位。来，请关门啊！1年多的这个婚姻，虽然有种种的问题，但是女生最后那一句"可以"，让现场的所有观众都惊异了一下，是吧？是不是觉得似乎好像她很傻？这个婚姻没有这么坚实的基础，这个男人做了这么大的隐瞒或者叫欺骗，为什么你还跟着他？我觉得可能对他来说，这就是他认为的爱。请开门。不管怎么说，就今天你妻子跟你这种有难同当的这种决心，你应该做出一些改变了，好不好？好，来，我们有请我们的小花同学。我们来见证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媳妇儿以后会对你好的。在爱里等着你，陪你疼惜有种暖意，在梦里全是你，不要再迟疑，把我抱紧。请亮灯啊！为什么哭啊？我希望他以后要是改正自己错误，我可以原谅他。哦，少抽烟，少喝酒，保重身体吧。下去以后好好跟老婆坦白啊，到底欠了多少钱啊？说实话，这次就说实话。谢谢两位，请回吧。全是你，不要再迟疑，把我抱紧，两颗心一辈子不分离，不想确定日期，拉长幸福距离，来填满回忆，在爱里等着你，未来变得那么清晰，在爱里特别希望妻子的那句可以，真的可以让他们迎来幸福，真的可以让他们的婚姻见到希望的曙光。愿他们一切都好，我们一起走进爱情保鲜期。有网友提问说，我男朋友在17年12月份和我吵架的时候，动手打我胳膊了，还掐了一次我的脖子。我当时特别伤心，失望透顶，我们分手了。他一直道歉，说只是想吓唬我。他性格比较急，但是我从未想过他会动手。我也会偶尔想起他的好，我到底应不应该给他这个机会呢？动手这件事儿呀，只要有第一次，就一定会有第二次。作为女孩子，一定要谨记一句话：即使他给了你100颗甜枣，也抵消不了他在你心头造成的伤害。祝你幸福。好，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陪伴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